习时代的外交关键词只有一个：忠诚。秦刚就是那一个样板，他成为民主自信的象征，被包装成不贵的外长。习近平亲口称赞他有气魄，但却被信任的人在这个体制里面是越危险。他失踪成了禁语，他死亡成了传闻。可就在事中前位前，他又突然的露面，这是偶然还是讯号？我是洪耀南，欢迎收看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。今天我们要讲的，就是在那个中共体制里消失、重现又再度成为谜的男人秦刚。要理解他的消失，我们就要回头看他是怎么上来的。秦刚1966年出生，北京人，22岁进入外交系统，从服务局、新闻局一步步往上爬。他不是红二代，也非学院派，是那种靠实力搏出位的技术官僚。2000年，他当上新闻司司长，绰号“铁面人”，因为他在记者会上几乎每次都跟外媒对呛。外媒问西藏，他回一句：“你们这是强盗逻辑。”提新疆，他冷冷地说：“却到处充当人权教师爷，对别国指手画脚。中国不需要教师爷。”这一种节奏，这一种强硬，成为后来的战狼外交的雏形。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，美国媒体惊呼：“中国战狼来了！”2015年，他接任礼宾司司长，负责习近平的出访安排。那一刻，他进入了权力核心的视野，晋升则得势。从此，他的仕途一路加速。2018年成为副部长，2021年成为驻美大使，2022年年底直升外交部长，3年3级跳，史上最年轻的外交部长，也成为习近平亲手提拔的门生。外界称他习近平的发言人。习时代的外交关键词只有一个：忠诚。而秦刚就是那一个样板。他说，中国外交要有血性，要敢斗。在内部会议上，他甚至直接对美方代表说：“请闭嘴。”这种语气放在传统外交圈是禁忌，但在党内宣传中，他是英雄。他成为民主自信的象征，被包装成不贵的外长。据传，习近平曾经在一次峰会后亲口称赞他有气魄。自此，秦刚成为习式外交的代言人，冷静、强硬、可控，但却被信任的人，在这个体制里面是越危险。2023年的6月25号，他最后一次出现的镜头里，会见了俄罗斯外长。隔天起，他彻底的消失，没有通报，没有病假，行程表清空，外交部网站静默，外媒追问，外交部长发言人反复的回一句：“这个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。”我没有可提供的信息。这句话持续了3周，直到7月25日，一纸公告冷冷的落地，因个人的原因不再担任外交部长，没有免职说明，没有交接画面，只有4个字：不再担任。那是体制语言里的死亡证明。Qin Gang. Qin Gang. Just where is Qin Gang? 秦刚消失后，整个北京的传闻开始失控。第一个版本，桃色事件，
他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传出婚外情，已代孕生子，而傅小田也在那段时间突然消失，但这只是表层。华尔街日报跟政治报报道，傅小田疑似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，若属实，那已经不是师德的问题，而是国安事件，甚至于有说法，他与军方高层泄密牵连。有人说他死于军医院，也有人说他被软禁于北京，但没有人见过他。自那之后，外交部成为一座沉默的剧场。外媒问：秦刚还是国务委员吗？我此前已经介绍过相关情况。下一个问题，发言人沉默了5秒，才说：“我没有可提供的信息。”这5秒像一场默哀，内部规定下达：不提名、不提职、不提原因。官网在深夜更新，删掉他的相片，取代他的人是王毅。中国外交看似回稳，这个不是恢复秩序，而是重新上锁。2025年10月21日，一张模糊的相片突然出现了，疑似秦刚出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，画面模糊，时间戳却是清晰的。上传的时间刚好在4中全会的前夕。这一张照片掀起了政治涟漪。前党校教授蔡霞说：“这不是露面，是讯号。”评论员郑浩昌补了一句：“这照片太巧了，像是有意放风，真假无法判断，但效果达成了。”沉默被打破，秦刚这个俊宇的名字再一次回到舆论场。秦刚的故事是一场忠诚的悲剧，他是习近平体系的样板，也是体系恐惧的牺牲品。但在这个机制里，忠诚不是保险，是消耗品。靠信任上位，也会因信任而坠落。对核心越靠近，风险越高，所以必须定期清洗，重新排列。这不是管理，是恐惧的算法。秦刚还活的吗？那一张相片是真是假呢？也许永远没有人知道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中共体制里，消失已成为治理的一部分。它是警告，也是控制，是权力运作的节奏，也是恐惧的语言。有人说，习时代的官场像一张高压的电网，越靠近核心，电压越高。秦刚只是那一盏被电得最亮，也最早焦掉的灯泡。如今这一盏灯或许会闪一下，但已照不亮任何人。我是洪耀南，这里是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，我们下一集见。